搪瓷为啥很少见了？很多人记忆中应该都有这么一个搪瓷的猪油碗，黄色的底配上大红大绿的花鸟图案，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。但近年来在国内已经很少见到类似的搪瓷制品了。至于搪瓷制品为什么消失，那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是因为现在都不吃猪油了，装猪油的碗自然也没有了销路，所以逐渐被市场淘汰。也有人说是因为搪瓷这个材质有害人体健康，也就没人敢用了。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？搪瓷碗真的会影响健康吗？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搪瓷到底是什么材质，又是如何制成的。其实尽管名字里带个瓷字，但搪瓷与陶瓷一类没半毛钱关系，它本质上是铁，这也是搪瓷怎么摔也不坏的原因。铁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颜色，而且还有瓷一样光滑的质感？那是因为搪瓷的表面其实喷了一层无机玻璃瓷釉，冷却之后就会在铁容器上形成亮丽的釉面，并且有五颜六色的花纹和图案。当然，往铁容器上面喷一层瓷釉不只是为了好看，铁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与水接触很容易生锈，只有在紧密结实的瓷釉层保护下才能延长使用寿命，且喷了瓷釉的表面十分光滑，清洗起来也很方便。凭借着这些优点，当年搪瓷制品刚一问世就走进千家万户，几乎是人手一个。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人们逐渐发现了搪瓷的缺陷，比如搪瓷餐具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碰，导致表面的瓷釉脱落，其中的金属内胆暴露，一段时间后就开始生锈。这时候再用来盛放食物，生锈部位的重金属元素会随食物一起进入人体。长此以往，人体内重金属元素超标，轻则恶心呕吐，重则神经系统受到影响，出现抽搐、昏迷等症状。90年代以后，不锈钢、陶瓷等材料开始普及，国营搪瓷厂逐渐式微，曾经承载中国厨房诸多技艺的日用搪瓷被彻底取代。搪瓷在国内很不受待见，甚至被认为会危害身体健康，但在国外市场却异常火爆。一个搪瓷的痰盂在亚马逊上售价一度飙升到了$60，折合人民币近400元。为什么一个痰盂能卖到那么贵？这大概是因为在老外眼中，这些搪瓷制品算是半个艺术品吧。大概是从20世纪50、60年代开始，搪瓷印花行业开始尝试新画风，他们摒弃了以往富贵迷人眼的设计，涉足了写意的艺术风格。一些作品通过水墨的变化显得生动有灵气，比如齐白石大师的虾和徐悲鸿大师的马，这些从前高高在上的国画大师作品就这样印在搪瓷上，走进了普通人的家庭，也走向了国际舞台。不过正所谓得不到就是最好的，就算只是原本的大红牡丹鸳鸯，外国人多半也会觉得有中国本土气息。亚马逊上一些商家对痰盂的描述是迷人的仿古风格设计，红白相间的复古碰撞，让您仿佛回到60年代，创造出复古浪漫的氛围，成为厨房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装饰品。不过呢，单论艺术没有实用性也不行，所以他们还贴心的给痰盂赋予了一些新功能，说痰盂是中国60年代的水果篮。从此开始，这场华丽的包装越演越烈，痰盂摇身一变，又成为了冰桶，能冰香槟，能装法棍，堪称万能，甚至登堂入室，成为了高档餐厅必备，在婚礼和宴会上频繁出镜，广受欢迎。这让知道痰盂真实用途的中国人集体沉默了。其实真要追溯起来，痰盂的新功能还真不是近年来才被亚马逊商家挖掘出来的。早在2008年就有新闻报道了外国人在中国街头集体用痰盂喝啤酒的盛况。在90年代，搪瓷产品成为非洲市场的畅销货品，需求量极其庞大，经常一次性就会有86个集装箱的货物运出，每个家庭都可以看到一整面墙壁上摆满了搪瓷用品。多年过去了，丰富多彩的日用搪瓷再次受到非洲消费者的热爱。以尼日利亚为例，当地家庭在女儿出嫁时必不可少地准备一套完整的搪瓷碗和16个不同花样的烧锅作为嫁妆。搪瓷在国外换个洋名之后一口锅能卖4、5千元，说的就是珐琅锅。实际上，珐琅和搪瓷本质上是一个东西，只是有了洋名和看起来就高级的包装，价格飙升到令人啧舌的地步。这其实也有赖于珐琅的发展历史。珐琅其实最早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，当时古埃及人痴迷于各种亮闪闪的宝石，但是宝石有限，能拥有的人很少，于是聪明的古埃及人就发明了和宝石同样颜色亮丽的替代品珐琅。
珐琅是通过玻璃烧铸工艺制作，能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，涂抹在金属上就成了漂亮的手工艺品。但当时那个产能低下的时代，制作一件珐琅饰品相当不容易。再后来到了19世纪，法国贵族需要一种能均匀受热、耐磨又方便清洗的厨具，就有铁匠将珐琅涂在铸铁锅表面，珐琅锅就这样诞生了。当时由于工艺不成熟，珐琅很难制作，只有贵族才能使用，成为崇高和尊贵的象征。近代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，珐琅锅逐渐普及，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还是默认珐琅是上流社会的代表，并且为了让它看起来更高级，工匠在制作时往往会画上更加精美的花纹，加之一些营销手段的运作，比如赋予其高端技术，保留食物原本的营养等等。就此成功的构建起了洋货的美誉度与认同感。再贴上一个听不懂的外语品牌，不能轻轻松松就能进入高端市场，价格也水涨船高。数据显示，仅仅是2022年上半年，珐琅锅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 47.6%， 零售量高达35万个。而反观国产搪瓷锅，不到100元一个都未必会有人愿意买。为什么本质上相同的东西，国内差异会如此之大？在直抵国外品牌营销的同时或许我们也应该想到工艺。曾经我国的搪瓷工艺不耐高温磨损，容易破裂，这才导致了逐渐在生活中被淘汰。如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，搪瓷生产中引入了自动喷涂设备，实现了对釉料的精准喷涂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。搪瓷制造业正通过与个性化定制和现代科技的结合，焕发出崭新的活力，展现出更加多样化发展趋势。或许未来搪瓷有望重新走入大众生活。你认为搪瓷有潜力成为未来的潮流吗？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